印航高管说呀，AI171航班的右发动机刚刚打修过，左发动机呢刚刚做过维护检查。在空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啊，各种猜测都纷至沓来，从飞行员的操作失误啊，到燃油污染，再到恐怖袭击啊，众说纷纭。但在我们之前几期的视频中啊，通过整合多位航空专家的观点，已经逐一剖析了并排除了大多数简单的这个理论。而今天啊，随着印度航空方面和调查人员披露出关于失事飞机发动机的关键信息，整个事件的调查方向啊，正在被引向一个更深，也更令人不安的核心。这场灾难的核心谜题已经不再是飞机为什么会掉下来，而是两台维护记录干净无瑕的，代表着现代工业顶尖水平的喷气式发动机，为什么会在同一时刻双双死亡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深入这个谜团的核心啊，剖析这架787的心脏通用的 GEnx-1B 发动机啊，然后以及控制它的那个神秘的数字大脑 FADEC 系统。就在全世界啊都在猜测这架飞机的维护保养是否存在漏洞的时候呢，印度航空的母公司啊，就是塔塔集团的董事长叫 Chandrasekaran 先生，在接受印度的 Times Now 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啊，公布了发动机状况的重磅信息。印度航空的 CEO 啊，坎贝尔·威尔森也通过邮件向常旅客通报了相关情况。这些信息啊，让这个事件就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他们确认啊，失事的这架注册号为 AI171的波音787拥有干净的维护历史。而关于这两台发动机的具体情况啊，信息如下啊：飞机的右发动机啊是一台全新的发动机，在2025年3月刚刚安装。另一份来自 CEO 的邮件啊，则描述为右发动机2025年3月大修过啊，overhauled 啊，无论具体是全新还是刚大修完毕，都意味着它的状态啊应该是处于巅峰。那飞机的左发动机也并非是老旧不堪啊，它上一次的维修啊是2023年，并计划在2025年12月进行下一次的维护检查。那么 CEO 的邮件啊还补充了一个细节啊，就是左发动机在事发前不久的2025年4月啊刚刚接受过检查。所以这些官方披露的事实呢，就如同一个巨石啊投入了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千层浪啊。纸面上的数据是完美无瑕的，一台发动机可以说正值壮年，另一台甚至还算新生儿啊。现实呢，就是他们在最需要动力起飞的阶段，灾难性的双双停车了。所以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啊，几乎完全排除了因常规的机械老化或者疏于保养导致事故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说一台发动机因为偶然的故障而停车，是吧？那这是任何航空公司都必须预案和处理的这种突发状况。但是啊，两台独立的、近乎完美记录的发动机同时失效，调查的矛头呢就必须从发动机本身转向一个能够同时影响他们两个更高级别的共同原因。所以，逐一排除那些看似合理的烟雾弹后啊，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在那个共同原因之前，我们先快速的回顾一下啊，为什么这些广为流传的简单理论在新的证据面前啊就显得更加站不住脚？首先是飞行员失误的理论啊，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啊已经详细的论证过，对于一架拥有先进飞行管理系统 FMS 这个波音787来说，像忘记放襟翼或者收错起落架这类低级失误几乎不可能发生。系统啊会通过警报甚至阻止起飞的方式进行干预。一位经验丰富的机长和副驾驶同时犯下如此颠覆性的错误啊，它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其次就是燃油污染的理论，这个猜测听起来是很符合逻辑的啊。同一批次的脏油导致两台发动机同时中毒。然而啊，一位飞机加油领域的专业人士认为啊，这个航空燃油背后有极其严苛的这种质控体系，从目视检查、化学水检测、密度测量到贯穿加油过程的持续监控和自动水检测系统，一道道关卡确保了燃油的绝对纯净，让受污染的燃油量啊，就是
它是最终它进不了这个油箱啊。那么如果它进入的话呢，需要突破一整个环环相扣的，而且多重冗余的这个保障体系。那这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极小概率事件啊。而最新的报道啊，也描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空难发生之后啊，机场的加油设备很可能已经被隔离并接受了检查，这就让这个燃油污染理论的这个可能性又降低了一个数量级。那今天啊，随着发动机干净的维护记录被公之于众，维护不当或者机械磨损啊，这两个常见的事故原因也基本上可以排除。调查呀，必须进入更深的层次。要理解 AI171的悲剧啊，我们必须先了解它的两颗心脏，就是通用电气的 GEnx-EB 发动机。这不仅仅是一台发动机啊，它更是一个高度智能化的复杂系统。GEnx 啊，就是通用电气下一代的速写啊 ，Next Generation 啊，是专门啊为波音787梦想客机量身打造的动力装置。它最具革命性的理念呢，在于它的维护模式。就是前印度航空管理调查局就 AAIB 的调查员叫 Kishore Chandra， 他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明确说过啊，对于像 GEnx-EB 这类的现代发动机，它的年龄与健康状况并无关联。所以这就颠覆了我们对机械越老越容易损坏的这个传统认知啊。GEnx-EB 啊，并不遵循一个固定的飞了多少小时的必须大修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它的数字电脑 FADEC 系统啊。那么 FADEC 啊，全称是叫全权数字发动机控制系统 （Full Authority Digital Engine Control），是发动机的绝对主宰。它通过遍布在发动机的无数传感器，汽车24小时内不间断地监控发动机的温度、压力、振动、转速一切可能性的这些参数。那是否需要维修啊？何时需要维修，都要 FedEx 收集的这些数据说了算。当然啊，系统中依然有一些被称为寿命限制部件的 Life Limited Parts 啊，这些核心承压部件，它们都拥有15000到2万小时的飞行循环的固定寿命，所以每一次发动机的启动和关闭都算作一个循环。然而啊，这个 FADEC 的全权特性呢，其实是一把双刃剑。飞行员推动驾驶舱的油门杆，实际上并不是通过钢索直接控制油门啊，而是向 FADEC 系统啊发送一个我需要多少推力的这么一个电子请求。那 FADEC 在收到请求之后啊，会结合当前的这个飞行环境数据，自行计算出最优的指令，去控制燃油的供给和发动机的运转。那这样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黑箱问题。FADEC 啊，就像一个无法被完全洞察其思维过程的 AI， 我们能看到它的输入来自各个传感器的数据流，也能看到它的输出对发动机下达的指令，但是它内部依据什么程序、什么逻辑做出的具体决策，这是看不见的。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的常务董事叫 Peter Gause， 他一针见血就指出了这个难点。他在采访的时候说呀，如果调查最终的线索指向了飞行管理控制系统 FADEC 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啊，这样是一场非常困难的调查，因为它的结论将引起整个航空业的严重关切。所以呢，FADEC 的决策啊，完全依赖于输入数据。一旦传感器出错，或者软件本身存在并未发现的漏洞， FADEC 就可能被欺骗，从而对一台完全健康的发动机发出灾难性的错误指令。现在啊，我们把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构建一个几乎接近真相的理论链条。AI171的坠毁很可能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呢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完美风暴啊。这个话题我们上次讲过。那第一块倒下的骨牌啊，可能就是环境。那事发当天呢，阿麦德巴特机场的43度的高温啊，就是这种极端高温啊，可能让停在机场上的飞机和燃油都在发烧。那第二块骨牌呢，就是系统性的异常。那就像我们反复强调的啊，两台健康的发动机同时失效，强烈的指向了共同模式故障。这就意味着呀，一个共同的错误通过某种方式同时传递给了两台发动机的 FADEC 系统。
那么这个错误是什么呢？它就是如何传递的呢？这里啊，我们要引出目前最核心的推测啊，指令性燃油饥饿。简单来说呢，就是发动机本身没坏啊，油箱里也有足够的油，但是 FADC 系统呢被误导或者欺骗了，主动下达了停止供油的这个指令，活活给把发动机啊给饿死了。在起飞阶段是需要大量的燃油的啊，那么如果飞机的主燃油泵、增压泵啊，因为某种原因，比如说电力系统出现瞬时波动，或者燃油泵控制器为了减载而错误的关闭了它们，没有正常工作的话呢，发动机必须依靠自身的吸力泵来喝油。在这种高度和高需求的双重压力下呀，这种强大的吸力会造成油管内部压力骤降，高温和燃油在低压环境下呢，极易产生气泡，就形成了气阻啊，就中断了燃油的稳定供给。那这时候的 FADC 系统啊，在接收到燃油压力异常的信号后呢，它的软件程序里边可能存在一个我们未知的逻辑缺陷啊，或者它同时收到了其他来自大气数据的计算机方面的错误信息啊，导致它最终做出了最坏的判断，不是尝试恢复，而是直接关闭了发动机。由于这是系统性软件或者数据问题，两台发动机的 FADC 系统啊，很可能在同一时间会做出同样致命的决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机组在最后时刻呢，呼叫的是动力丧失 （loss of power） 是吧？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机械故障。他们能感受到的就是发动机推力没了，而他们可能至死都不知道这个推力啊，并非因为损坏，而是因为一个看不见的数字幽灵把它给关闭了。所以这就是这次调查的终极挑战所在。就像这个高奥斯所说呀，调查员们现在的工作啊，可能就是利用找到的黑匣子去逐毫秒级的分析飞机上成百上千个飞行参数，试图反向推演出 FADC 这个黑箱在最后几十秒内的决策逻辑。幸运的是啊，印度航空管理局啊，就是 AAIB， 在它位于新德里的这个总部啊，已经拥有了先进的黑匣子实验室，具备解码和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所以现在调查啊，正在印度本土啊稳定的进行。AI171的悲剧啊，很可能啊不是一个关于螺丝松动或者阀门损坏的这一个传统工业事故，也不是一个关于英雄迟暮或者新手犯错的这种人为事故，而更像一个复杂的属于21世纪的预言，一个由代码和数据构成的高度自动化的系统中，当极端苛刻的物理环境遇到了一个我们此前从未知道的可能极其微小的这个系统设计缺陷的时候啊，一场灾难性的完美风暴就这样形成了。所以真正的答案呢，可能就隐藏在那些冰冷的由零和一组成的数据流的深处啊，全世界都在等待印度 AIIB 的最终调查报告，以揭开这个数字幽灵的真实面目，并给未来的航空安全提供有血写成的这种教训。好的，感谢大家收看。如果您想持续关注 AI171空难的调查进展啊，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祝大家平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